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隆基 Sam。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环岛旅程已经来到了第3天了。那从台东出发呢，还是先走这个台11线哦，要继续往南。这边要小心！哇，怎么早上7点多这边就发生了，好像有一点重大的车祸哇，我看到好像是2台车对撞然后哇，车头都毁损蛮严重的。哇，怎么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小心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路上车很少啊，那我可以飙很快啊，那真的还是不能大意了好，那这后面的这个美丽的风景呢，就让我的心情平静了不少。上来这边是知本大桥，哇，这个桥上的风光是非常之好啊。下桥之后呢，就会接到台9线了那这个地方的地名是叫做华园。那今天呢，要来到的第一个拍照的景点就是华园椰林大道。哇，这个斜坡上呢，2侧种满了这个椰子树那拍起照来的预期效果是像这样子。不过呢，其实现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道路的2侧有很多的三角锥啊，有落叶啊。说实在的，还有一点脏乱那拍完了照之后呢，它旁边有一个旧南回公路。那骑上去之后呢，还要再找到一个岔路那是我之前在这个 IG 上面看到有人呢在那边拍那个华园的海岸，居高临下，哇，那个风景非常漂亮。所以呢，那时候有把那个点记起来那就沿着这个应该是一个产业道路人家种田种这个果树的时候呢，要使用的一个小小的道路它是水泥铺装的。那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有路，都还蛮好骑的哇，就沿路呢一路的爬升。那看到这边呢，因为种树需要水源嘛，他们也会有这个储水池。那目前呢，风景还蛮漂亮的，可是呢，后来的路况就真的是越来越母汤啊。大家有看到这个中坑产业道路那种路况，我要骑到那个点呢，还有1.4公里啊！哇，实在是太久了。这个我目前骑上这一段坡度，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转，然后地上都是落叶，很滑。所以呢，我当下就决定，还是我就停在这边了我就决定要回头了。但是呢，不能回转，所以我只好就好好的抓住我的前刹，然后慢慢的呢下来。用牵的大家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自作孽不可活啊，人不作死就不会死。你明明知道那个路况不好，你硬要骑上去，哇，为了这个美景要付出的条件实在太大了好不容易呢，就这样慢慢的撸这个地上落叶真的很多，真的很滑。那我好不容易安全下庄撸了大概有10几分钟吧，全身都很累。才早上8点多而已，看起来这么风光明媚的天气，郭巴老师却在这边呢险些遭遇3难还好是平安下庄这个我无倒无摔无事故的记录还没有打破。后来就沿着原路下山哇，居高临下就可以看到那个海虽然旁边都有果树，可是呢整个景观也是蛮漂亮的。来到这边，前面有个储水槽这个角度就很像那个 IG 上面所 po 的那个秘境了啦所以呢，我是觉得说，那就在这一边停下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海岸的美景刚好是早上8点多，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这个海金光闪闪的，非常漂亮。这边就是有名的华园的海岸线，那下面还可以看到那个台9线上呢。许多的车辆在那边开来开去的居高临下观察他们，还蛮有意思的。刚才经过这个死里逃生的险境所以这个心情有一点难以平复，所以呢，就在这个路边待了比较久的时间，看看这个平静的风景，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为了这个美景真的是用生命在拍片那以此照片作为记录
好，重新整理心情之后呢，再次出发。哇，沿路往下看，还是觉得这个海岸线很漂亮哈。好，就是这个斜坡哈，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记得在这边上去。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到这个华园观景台天空之镜那边就可以了哦。好，那再次回到台九线，继续的往南前进。今天的目标是台南。骑到这边，感觉有一个引擎声快速的逼近啊，往右一看呢，竟然是一位邮差先生啊！哇，这个野狼125都骑得比我快。不过呢，他也提醒了我，我出来旅行呢是要来欣赏风景的，所以不需要赶太快。来到了台东县的太麻里乡啊，太麻里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里哦，它是一个乡，名字叫太麻里。那这是原住民排湾族的话了哈。那来到这边，各位应该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了，那就是有名的呢太麻里平交道。这个我一开始以为它就在台九线的旁边，因为印象中呢它就是直直的对着海去的。结果没想到啊，它还在有一点点半山腰的地方。我不想，太热了，是不是？都不想，不想。没有啦，可以啊，可以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的经验，我是第一次。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呢，也有几个年轻人呢，他们想要过来拍照，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会不会等到火车经过拍完照再离开？那他就说我不想，因为太热。虽然还不到9点，但是真的艳阳高照啊，这边气温还蛮高的。大家看我也都把那个外套脱下来了。还好也不算等了很久大概15分钟之后就有一班列车从南往北经过，那我们就赶快把握这个时间来照相。那这张照片呢，大家有看出来吗？我有用修图软体把一些路人把它修掉了然后呢，这班北上的列车的车尾看起来好像它正在往南开，所以这张照片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打算就要离开了没想到刚过5分钟就有真的由北而南的新的一班列车经过。哇，我就把这个过程呢整个拍摄下来，让大家完整的观看一下。这个就是太麻里平交道，好像是这个很像《灌篮高手》那个片头的那个影片，所以现在非常的有名啊。太麻里平交道我也解锁啦，再次整装出发。那刚过平交道就看到左侧有一些重机骑士他们也是来这边打卡的。然后回程的时候呢，我没有走原路，那截了一个小路呢，就直接接到台九线。这边就是这个有名的金针山一直很想要挑一个金针花开的时间过来，不过总是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过来台东一趟。后面这一段的台九线几乎都是高架桥的路段，所以哇，整个骑起来非常的直，非常的顺然后呢，它的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哇，大家看这个海边不过现在是早上所以太阳从海上照过来就显得比较刺眼，但是这整条路上的风景还是相当不错的，骑起来非常舒服。那经过了这一边右边就是金轮社区了那这边呢就是有名的金轮大桥。我去年环岛的时候到了这边已经天黑了，那由南往北骑，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一次呢，终于让我可以一饱眼福。台东的路段真的是路很直，很好骑它的路上也不太会有什么重新挖补的，只是说大家还是要小心车辆那来到这边呢，右手边就是要上去这个多良车站的一条路，这边一定要徒步上去的不过呢，我以前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不停下来啦。那你看到右边有这个高架桥那个是铁路，左边是大海，哇，这整条道路骑起来真的是风景非常的不错。本来对台东的一些地名都是好像有听过，可是都没有什么概念，真的是要靠自己骑着你的摩托车经过，你才会越来越认识这些地方。像这一边大鸟这个地名就蛮有意思的
这边有一个大鸟社区啊。然后呢，就来到了台东最南的一个乡哦，就是达人乡。那在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直走这个南回改哦，比较直比较快，还是要跟我一样呢左转走这个旧南回公路。那这边呢是山路，当然比较迂回，可是呢我今天是来旅游的嘛哦，也是要把上次没有骑过的路段啊，把它经历起来。所以呢，就算这个路段上有所谓的区间测速，那我还是选择了走这个旧的南回公路。在这个路边哦，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南回公路，它这个迂回的高架桥的道路，然后可以欣赏一下风景，刚好可以休息一下，拍拍照。天空中刚好有一只老鹰在盘旋哦，我就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可惜啊，这个不是非常高级的相机啦哦，拍起来没有那么有张力，但是这边的风景还是非常的疗愈的。再往前骑一阵子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啦。哇，这边是我们所有的单车骑士、摩托车骑士，甚至于是轿车的驾驶们都一定要停留下来的寿卡铁马驿站。这边就是屏东县跟台东县的一个交接处哦。过了那个地方就是台东的达人乡了。这个地方的气氛是非常的欢乐哦，所有来到这边的人呢都是很开心，解锁了一个成就哦，在这边有打卡了，大家就在这边很开心的拍照哦，整个气氛呢好像自成一格，一个小小的小天地。那驿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我征得同意之后拍摄的哦，那就是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亲友。那旁边也有厕所，也有饮水机哦，所以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补给之后再出发的地方。那我就沿着旧南回公路继续的往山下来前进啦。这边是上次也来过的草埔隧道。虽然走南回改会比较直，比较好骑哦，不过呢，走山路呢是另有一番乐趣啦。所以呢，我今天呢从头到尾都是骑这个旧的南回公路。来到这边哦，因为路旁有工程啊，所以它沿路呢都用这个三角锥来区分出来两个车道，这让我感觉好像在大型的安驾训练中心啊。哦，不过这个有一点点不好看，很怕一个不小心突然冲到对向车道，然后也刚好路边也有人在修剪树枝哦，所以骑这个路啊，你刚好遇到前面有路队长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就慢慢的跟着下山就好了。哇，下来到平地了，哇，上了这个桥呢，觉得视野整个变得非常的开阔。这边就是屏东啊，屏东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然后我们的台九线来到这个高架桥下方呢，正式的结束，右转接上了台一线。哇，这个货车上面载了好几只黄牛啊！我这次的旅行怎么跟黄牛这么的有缘呢？这一段的台一线呢，也是风景非常的漂亮。那不久之后呢，左手边就会出现我们的海豚湾门市哦。那我就在前面回转，来到了我们环岛必停的 7-Eleven 海豚湾门市。停好车之后呢，按照惯例，这好像是一个仪式哈，都还没有进去 7-Eleven， 就先来它的外面的广场，好好的欣赏一下这边的海景。哇，一望无际的海，还有蛮开阔的沙滩。虽然这边就是在一个路边哦，它的空气其实没有非常好，不过景色是非常漂亮的。那来到了它的 7-Eleven 里面，其实本来人是非常多哦，我是等大家都走光了才拍这段影片的。这个海豚湾门市真的是非常的热门啊，随时随地都有许多的旅客在这边经过。就在 7-Eleven 简单的用过中餐之后呢，在这个地方我选择了右转走这个185沿山公路啊。其实呢，走台一线啊，再走一些地方过去台南其实也可以，但是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把185县道好好的走走看。那因为它就是沿着山往北过去的哦，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沿山公路。我也是自己骑上了这条公路，我才体会到它的名字为什么要这样取哦。那这一段的两旁的哇，这些
许多的树林啊，这个上次来的时候是下雨天，没有好好的感受。这一次呢，真的感受到它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两边呢也有这个凤梨田哦，这个视野很开阔，只是远方的这个云层啊，让我感觉有一点不太妙。然后这一段呢，好像是叫做勇者之路吗？哦，知道的人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哦。就是它附近好像有砂石场，所以这一段的185县道啊，总是觉得沙尘很多。虽然天色不是很好哦，那我就想说，如果下雨，我就临时改路线好了。不过还好呢，哇，大家看这边已经出太阳了，而且这一片凤梨田啊，大概是我人生当中看过最大的一片了，就在这个185县道的旁边，哇，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然后呢，185县道中间也会有像这样子的比较小巧可爱的路段，沿路上经过了很多的屏东的乡啊，什么太武乡啊、万峦乡啊，这边是马家乡，这里是梁山哦，这边经过的是梁山隧道。出隧道之后没有很久哦，就会来到这个岔路，这边185右转之后呢，会跟187县道变成共线。那来到这边呢，我就很想要上去那个半山腰的山地门，应该就在那里哦。来去看看山地门是怎么样的地方。在这个岔路口取左行，走上台24，就可以一路的往三地门乡来前进啦。三地门其实不是因为它在山上，所以叫山地门哦，它就是三地门123的三。那其实这是从排湾族语翻译过来的啦，意思就是住在 Timor 的人们。那 Timor 他们后来用音译都翻成什么地摩尔啊，什么提摩尔大概这样子的翻译，这些只是排湾族语翻译过来的。后来我就在三地门乡公所这一边停留下来检查一下车辆，刚好我看到我的这个行李箱啊，它的左下角被轮胎磨到了，哇，可能是它的那个绑带变得比较松，我绑得太低了，所以重新把它绑过。刚好趁这个时间在这边把装备重新的都整顿一下。三地门乡公所，我还跟警察借了一下厕所哈，谢谢他们啦。好，重新的整顿之后，现在绑得很紧很高了哦，那我就再次的来出发。这边呢，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屏东的话，常常上来这个半山腰看看风景，应该也是蛮不错的哦。那我就在这一边呢，右转继续的走185县道。那来到这边185是要往右边去哦，那我就这次选择了捷径了，就要往高树乡前进啦。哇，这边右边有一大片的应该是莲花，我猜这边是在种这个莲藕啦哈。然后呢，就来到了小小的高树乡的市区。这边是高美大桥，从高树到美浓的一座桥哦。经过了这边就是高雄市了。哇，大家看这个桥下有好多的芒草还是田根子啊，总而言之呢，非常的漂亮。那可能因为我是用机车导航哦，我不是用汽车的，所以他都帮我导一些好小好小的路。我来到了美浓这边啊，在这个田的旁边哦，在这个水圳的旁边，这个徘徊了一阵子，终于又让我接上大马路。那我来到美浓呢，我就想要去了解一下纸伞的文化哦，所以我定了一个原乡园文化村当做一个景点。可是我进来之后发现呢，与其说这边是一个景点，不如说这边是一个贩卖部啦哈。那也有吃的，也有喝的，那也可以买纪念品。那纸伞是它其中一项纪念品。哇，其实布置起来还蛮漂亮的，但是啊，纸伞毕竟它这个需要手工，需要技艺哦。所以呢，小小的一把就要卖到上千块，我说实在的还蛮高的啦。其实本来来到了美浓啊，就想要吃一个美浓板条啊，但是呢，已经超过了2点，所以美浓街上的这个板条店都没有开啊，哇，好可惜，所以我就只好直接冲来旗山哦，在这个台糖的糖厂这边买了冰来吃。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腹地非常的广大哦，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观光客都会在这边休息一下，吃一点东西啦，买一点纪念品啊，都还蛮不错的。我的 CB300R 是我上山下海的好伙伴，
因为那边气氛很好啊，所以休息的蛮久的。那差不多已经下午4点了，我才呢越过这个旗山桥，来到了旗山的市区。哇，刚好这个下午的阳光啊，透过树的这个缝隙这样照下来，整个气氛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刚好是这个下课时间啊，所以路上车流也蛮多的。那我在地图上找了一个古早味 Olenbe 啊，就过来这边想要吃吃看旗山黑轮。那后来发现这边旗山的黑轮啊，没有夹那个蛋哦，一般这个夜市卖的是会有嘛。不过呢，我就来吃吃看这边最古早的古早味啦。然后呢，喝他们这边的这个黑轮的汤。这边生意蛮好的哦，感觉真的是一个老店了。天气虽然有一点热，但是呢，喝一点暖暖的汤也蛮舒服的。那就准备要离开旗山啦。那我们看右边，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台29哦，沿着这边一直过去，就会到台北骑士的老家山林啦。那我则是呢继续走着这个台3线来前进。那这一段的台3线给我的感觉跟新竹杨梅的台3也蛮像的哈。不过在这边就要正式的离开台3，要进入了182线道啦。那这一切都在我的规划之中了哦，因为很难得来到这么南部的地方。那所谓的南部的重机圣地182线道，怎么可以不来跑一趟呢？对不对？这个182呢，它的地位就等于是我们中部的136。那也等于我们北部的台7乙，或是呢我们的这个北宜公路了哈。可是182这边呢，就是有一个传说，就是常常会出现车祸。但是根据我实际的骑乘的经验啊，我觉得它的路还算直，还算好骑啊。只要你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哦，飙到停不下来，那基本上我觉得它算是一条蛮安全的路啊。只是说哦，因为它还是有坡道的，有一个地方它的上坡呢，刚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弯，那一边的那个中间的分隔岛啊，感觉起来这个血迹斑斑啊，不是真的血啦哈，有很多撞击的痕迹啊，那个地方真的要小心一点。所以啊，真的不要超出这个速线哦，就在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范围内来骑乘就可以了。182线道也真的是一条很不错的道路哦。虽然182线道是很长哦，它是一路的会延伸到台南里面去，但是呢，山路的部分基本上到这边就算告一个段落啦。今天晚上要借住在归仁的朋友家哦，那既然都来到了台南，怎么能够不喝一杯茶之魔手呢？对不对？哇，环岛第3天，今天真的去了好多地方，解锁了好多景点啊，那就用这一杯茶魔来结束这一回合吧。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